来宜兰的第一天晚上，我们朋友要带我们来东山这里吃一间非常有名的姜母鸭。这间姜母鸭的特色，我等下带你们进去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然后一走进来呢，好有喜气洋洋的感觉，太酷了。然后这边是他们的自助吧，反正东西呢都是在这边自己拿。再给大家看，他们姜母鸭店竟然有儿童游戏区。我朋友的儿子已经跟我们儿子在里面玩疯了，太扯了，这个真的太扯了。然后他们的安全座椅看起来也超干净的，哇哦！你看我们2个小朋友就可以1人1个安全座椅，非常的棒。这家真的专业，哇哦！这一整锅，因为今天宜兰真的超冷，我们就直接来吃姜母鸭了。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吃饭的位置。就是在苏澳港旁边的这个豆腐家风景区啊，我帮你们精选了2样苏澳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吃的早餐。首先第一个呢，这个就是苏澳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正好鲜肉小笼包。这一间呢，是我们宜兰朋友跟我说他吃过罗东店，超级好吃，推荐我们一定要吃。所以我就发现，苏澳有店呢，立马去买了。说这是总店吗？好像不是，但是他生意很好，刚外带的人也很多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饭卷。再跟你介绍一下，另外一间呢，就是我精选的这个青菇饭卷。青菇，没错，这一间一老一少哦，这一间就是非常知名的在地老店嘛。那另外这一间青菇呢，它好像是比较新的一个海苔饭卷的店。这家店我觉得蛮有特色的。第一个是它盖在一个老屋里面，听说它是100年老屋。是哦，我不知道，看得出来好像有点年纪，我不知道到100年那么久。我刚刚看的。然后另外他们店家里面的老板很明显的是一个 K-pop 的粉丝。K-pop。对，整间店呢都是一些 K-pop 的偶像啊，还有一些就是明星啊，他们的那个明信片 idol， 他们的 idol， 或是小卡之类的，所以整家店布置的蛮有感觉的。再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饭卷啊，全部都是当天手做的，所以我选了一个他们最贵的。然后再加一个起司。我今天选的是泡菜烧肉饭卷，难怪那么粗一根。我刚想说奇怪，你的饭卷也太大了吧，还送2个小药果。对，他直接出来的时候还塞了2个小糖果给我。这个是药果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韩国的时候有吃过？我不喜欢，抱歉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他们的果汁塔，很可爱，这间店非常可爱。我觉得它就是适合你很喜欢韩国偶像的，然后又喜欢吃韩国饭卷的，他们家应该就会蛮喜欢。好，你来代表试试看，2个试试看，你喜欢哪一个？那我要先吃热腾腾的那个。你先吃小笼包。小笼包，因为这一间呢，小笼包感觉超好吃的，虽然我们已经放到有点冷掉了，我还有加一点辣。哎呀，懂吃啊，真懂吃啊！而且他们家的皮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它那个皮有够薄的，里面全部都是汤汁，鼓鼓的。先吃看看好不好吃，小心烫，应该不会烫了吧？你居然把精华流光！你为了给观众看，你直接把精华流光，我真的很牺牲。哇！在你一边赞叹感受食物的美味的时候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在苏澳市区啊，它的路很窄，没有地方停，所以非常建议大家，如果就是来这边玩的话，你可以去苏澳市区买完你想要吃的东西之后呢，就是来海边这里，就是南方澳这附近，就是可以听海浪的声音，听海浪的声音，然后找一个好的地方，然后吃东西，然后儿子旁边睡觉，这样心情非常的好。我真的要推荐他们家的小笼包，你要趁热吃，因为它是属于皮薄款。它反而你吃不太到里面肉的感觉，全部都是汤汁，一口进去直接爆汁。我可以想象，如果它是刚出炉的，因为他们都是现点现做，刚出炉的时候，你一口下去那个热度有多爽，也有可能3级灼伤。但是呢，现在温温的吃，应该也是不错啦，就不要吃太烫啦，吃太烫致癌，很容易受伤。我太喜欢吃烫的，我觉得不太好。他们家的汤汁是鲜甜的。你不会觉得有猪腥味或什么的，因为它的肉末其实不多，可是重要都是在那个汤汁，太好吃了，是鲜甜的，肉末不会有太多猪肉的感觉，它反而是那种很松散的肉团，非常好吃，而且它这个折啊，面皮的折啊 ，Q 啊，我们换下一个，给青菇一个机会。青菇，我的心已经有点被拉走了。青菇是我看是老板跟他妈妈2个人在那边亲手做而已，因为店不大，他只有做外带，所以每一个都是现点现做的。它这个剖面图太漂亮了吧！天哪，
你完全看得到它里面包了些什么牛肉、泡菜、小黄瓜，还有那个腌黄瓜。最上面还有一层起司，是我额外加20块的。哦，你加20块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饭卷到底多少钱？然后100块。它最贵的饭卷就是100块，它有分小饭卷跟一般的饭卷，然后我是选一般的饭卷，它可以再加泡菜，可以再加起司。我只有加起司，因为我这个本来就是泡菜牛肉。所以它泡菜牛肉本来是80，你再加了20块。那个泡菜牛肉本来100，然后我再加20块，所以是120。所以你不能说100，我刚刚说120啊。跟你讲，这个饭卷到底多少钱啊？100块。这个饭卷120块，可是它真的跟我手臂，你们自己看，它跟我的手臂是一样粗的。超夸张！我刚刚想说，许先生买个饭卷买回来，这个什么意思？那么大一圈。这间我非常觉得它有潜力，它目前还没有很红，但我觉得我们拍完之后，它可能会很红。它的风味很丰富，你不要把它想成市场买的饭卷 ，no， 它也不是台式饭卷，它一口进去那个麻油香气，再加上它里面的调味，怎么融合的这么好啊？因为它的那个香气啊，你都会吃得到那种韩式调味料的感觉。我光是用闻的那个韩国麻油，我就已经闻到韩国麻油的味道。然后它里面的肉末也是经过自己有炒制的。我要说，它里面的蔬菜都很脆，所以你一咬下去的时候啊，先是吃到饭粒的 Q， 接着呢就是吃到泡菜跟红萝卜的那个脆口，最中间的地方就是肉末跟蛋的滑顺感，很香很好吃麻油太赞了，天哪！是我真的觉得我很会选店。要加起司气是直接把所有食材包裹在紧紧包。老板娘刚刚有特别跟我讲一下，她说泡菜牛肉加起司会比较没味道，因为泡菜牛肉本身的口味比较重。我说不管，加20块加。不会没有味道，它多了一个奶香味。好吃到我现在立马想把这个屁股吃掉。现在哪一个比较厉害？我们这一段的结尾就用残酷2选1。没有，2个都要买，因为它搭着吃非常刚好，一个中式味，一个韩国异国料理味，蹦出新火花。你们2个都要买，我觉得很赞。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早餐，然后搭配这片海景，是不是非常棒？无敌美丽，心情无敌美丽。继续开吃喽！好好吃哦。我们进来那个望龙皮的鹅肉摊了，它里面真的是太有趣了，很像自助餐的一个取餐柜台。你中间呢就会经过选小菜的地方，选鹅肉的地方，最后选炸物的地方，然后结账，再到那个都来的地方去选你的主餐。因为它是4种主餐吃到饱，可是它的热炒菜呢每一份都蛮大。不过庆幸的是，它鹅肉就是切多少算多少，反正你就是切你需要的分量。我们这样切一盘是470，其实我觉得不算贵以鹅肉来说，它真的算是蛮平价。然后刚刚许先生还端了一个这个汤竹笋吗？对，竹笋。他说有炒的、卤的哦，他这个都是用鹅油去卤的，这个蛮好吃的。真假的？看起来这个蛮好吃的，普通真的味道超重。真假的？好，味道超重，试试看。很下饭呢，真的。我把它放中间，我觉得它很淡因为它是直接用鹅油去烤的，所以味道超浓郁。然后这个主餐的鹅油面、鹅油汤面，对不对？有鹅油的味道吗？其实都还蛮重咸的。可能这样子吃不到1000块。因为鹅肉比较贵一点点，其他菜都很便宜。而且我本来想要再点，就发现它一盘都超大。它高丽菜这样多少钱呢？这高丽菜是120吗？120。你试看看。我还全部是要给我做小份的这样。好吃吗？我也觉得看起来。我觉得它的油非常香，反正它的鹅油呢放在某一个蔬菜里面，都会增添蛮多味道的。本来看起来很平平无奇的，结果它鹅油炒下去超香每个蔬菜都蛮不错的。除了汤面，我们还加了一些炒米粉，那炒米粉就放在白饭那一区啊。这总不可能是很好吃吧？炒米粉是里面唯一还好的，我觉得汤面better点炒米粉，因为炒米粉真的像它外表一样，比较没什么味道。它煮面超快的，前后不到3分钟就好了。我们这样吃一碗在外面应该也要50-60吧？你这吃一点就饱了吧？对，来啃，你看它鹅肉，我们今天切的地方是腿嘛？腿的地方。讲认真的，我觉得它的鹅肉啊，没有特别比我们在高雄吃的。我觉得味道跟我们高雄不太一样。对啊。但它的这个酱料的问题。它的酱料是什么？它的酱料跟我们比较味道不一样。它的酱料好像比较没那么重咸。他们家的鹅肉酱汁是比较偏清酱油，淡淡的清酱油，咸咸的啊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们的鹅肉，我们在高雄吃的鹅肉是会用盐水
盐水表面，对，盐水泡过，所以味道会更重。那它的味道比较清淡一点，可是肉质蛮好吃的、啊，是新鲜的，是新水盐。它的辣椒是这种生辣椒，这辣椒没有特别加分，不会觉得太吸引人的辣椒。我反而是觉得他们家很值得来吃这个汤面呢。会员20万，需要人多的话可以叫一些热炒菜啊，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，还不错。如果有来那个这附近要看风景的话，再来吃这个是完美的一个套餐行程。不能说以景区的餐厅来讲，它算很平易近。大家赶出国喽，这样不用买机票喽。带小孩出门，东西真的有够多。有一个好推的行李箱很重要，我最喜欢它一键刹车的功能。想要解除的时候，也是一键按下去就可以360度旋转。你搭地铁还在扶着行李箱吗？用它你就可以释放你的双手喽。前开式的设计，临时想要拿东西也不用翻箱倒柜，轻轻松松就拿到了。饭店走道再窄我也不怕。路上买的小吃不知道挂哪里吗？行李箱旁边就有挂钩。要送家人朋友的伴手礼，不要再挂在手臂上，痛的要死。让你的行李箱帮你拖就好了。行李箱的大容量，你出国买再多也不用怕，看到喜欢的通通买回家。想带笔电出国的朋友，千万不要错过他们家20寸的行李箱，15.6寸的笔电放进去也完全没有问题哦。20寸行李箱除了海关锁之外，最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充电座，只要接好行动电源，随时都可以帮你的手机设备充电。想要知道优惠细节，赶快加入我们团购群组。所以旺隆皮就是前面这个像池塘的皮，后面这个山景好漂亮哦。我发现宜兰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色，我觉得这边比较像是一个小风景区，然后来这边吃鹅肉，再看看走路。这个步道也可以推小朋友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但当地人会自己来吗？是会啦。哦，你看，因为小咖啡厅啊，真的有鱼饲料所以1包10块，然后这边真的可以喂鱼然后来到花田村，为什么花田村有一个那个水沟位？我就问，它这个地方前面就是一个小广场，然后卖一些很像老街会有的东西，然后小咖啡厅这样子。这边的行程就是喂鱼，带小朋友看鱼跟鸭子。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要来，他们冲过来了，他们是为了等你的饲料。来哦，整齐划一好好笑哦！你们怎么那么好笑啊？我们现在来了老妈妈的手工酱油这边，因为我朋友他同事托他买豆腐乳，听说豆腐乳很厉害，哇，好多种哦，凤梨豆腐乳、凤梨辣豆腐乳，还有原味的，就是有差有没有加凤梨这样子。也加凤梨会吸咸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边是酱油。酱油沾到衣服可以洗得掉的酱油。天然。刚刚听说他们的酱油全部都是自己酿造的，就是后面这一片。然后店里面呢也有卖一些小杂粮类的东西，跟豆腐乳。他们最有名的其实就是酱油跟豆腐乳，大家有来的话也可以来吃吃看，蛮有趣的。宜兰朋友跟我说，这是他们很在地的有名的香肠，她老公好几次要来吃，结果没开。我们一听到不得了老许怎么可能错过什么有厉害的香肠不吃？这间叫到大洲炭烤香肠，我们趁热吃。他们家的东西所有都是油生烤到全熟，如果不能等不要买。人家说香肠有名，生到熟是最好吃的哈。他怎么先吃鸡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先吃鸡翅我一捞到就是鸡翅，那你的是多少人？其实我觉得它的价位不算便宜它这样子一只是45，然后这样子是好吃比较重要，65，看起来很好。油生烤到全熟。老板娘蛮可爱的，老板娘很热情。你的鸡翅是他们新商品是哦。他刚刚写新品鸡翅20块，我觉得鸡翅好像相对比较普通一点点。它香肠是有汁的吗？微 VV 呀，可以知道他们是炭烤的啦。它的酱料不错，很有那种烤肉感。我觉得像 barbecue 的那种酱汁这种是可以直接给你旋转的啦。但它有加，你们为什么没有拿蒜头啊？它的蒜头是放在柜台那边前面，所以你们要记得拿蒜头。如果你没有拿，就不对味了，不对味。香肠不配蒜，滋味少一半。他要自己剥的，他蒜头要自己剥的。我们的姨姨人真好，他直接帮大家剥好蒜头了。他们的大肠包小肠长这样，他们的大肠是先炸过了，对，再下去烤，蘸酱烤。吃看看，我觉得他们家感觉是走酱料取胜。好烫哦！由生烤到熟啊。先说他们的蒜头
就只有几颗而已。没有啦，刚好人家吃完了啦，老板娘去买了啦。是吗？而且真的啦，老板娘出去买了。它是比较食肉派的，然后旁边的炭烤香气很香，再加上它的酱，它的腌制香会蛮好吃的。大肠呢，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特色，不过因为它炸过，所以表皮很脆。它感觉里面那个酱料也不错。里面加的酱很特别，是烤肉酱 ，BBQ 的那种烤肉酱，所以吃起来甜咸的。他们家走的不是食材多好吃，而是它的酱特别，加在一起之后就会变成跟人家的是不一样的。它的米肠炸过，表皮脆脆的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它有一种孜然的味道。孜然哦，我倒没有吃出孜然味，我喜欢它那个甜甜的酱。但是我不喜欢炸过的大肠啊，因为会粘牙，你不喜欢那种粘牙的感觉，我就喜欢脆脆的米肠。下次我来，我吃香肠的。但我儿子好像没办法，他看着你吃好像没办法。我们等了快1个小时。前面那个人是买3万颗，是不是？不要这么生气，因为他们家的奶油这样30块，内馅很多，我刚刚看是放一整球下去的，而且它的奶油馅啊有限量，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喝是最后一颗，是最后一颗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给大家看内馅，这样子，想要改变我的心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是好吃的吗？值得等吗？是好的，是好吃的哈，2个都只吃奶油，有一说一，真的蛮好的。有一说一是好吃的，真的蛮好的。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颗红豆饼值得等超过30分钟。看来我们这个不是很友善的朋友。而且要跟大家说，因为他们家的口味啊，其实没有到很多，一次大概就是5种左右的口味。然后今天呢，刚好是奶油、芋头，然后抹茶跟抹茶红豆，还有一个是茉莉绿，蛮有趣的味道。但有一说一，真的蛮好吃的，真的蛮好吃的哦，而且内馅真的满满的。我感觉奶油是用好的原料下去的。你说奶油感觉是不错，对不对？奶油不错，确实不错，而且它的外皮很酥脆，酥脆但没焦，然后里面的馅料非常饱满，然后烫到哭爸。你讲到重点，因为它是慢火，它真的是慢火，所以他说他们制作至少要20分钟，每一颗哦至少20分钟。我的爆馅了，天哪！我的是抹茶红豆，抹茶红豆就比较贵一点，好像是55吧，我记得。一咬就爆馅了真的蛮好吃的它皮有一点咸味，咸香香的，而且是脆的，然后内馅一咬就爆馅了，烤得很刚刚，烤得非常刚好，它外酥脆，皮烤得很好，真的。而且他们的皮薄的刚刚好，吃起来会有点像是脆饼，然后里面还吃得到鸡蛋糕的那种松软的甜香味，抹茶很香它的奶油馅好烫，它的抹茶是苦抹，所以很清香。这颗如果不用等的话，我下次回来愿意吃。我会想吃这个好赞哦。这天的晚上，朋友要带我们来吃这个晨曦乡土料理，听说它的鸡非常的好吃，所以我们就从刚马赛那边开了20分钟来到这个山区。所以他们的招牌是这个肉，是不是？这看起来很好吃。它这个是白斩肉吗？白斩鸡要沾旁边的酱油，对，是的。辣的，你要沾辣的，感觉很好吃。要沾这个才对味。又很嫩，感觉是有跑步的，是不是？是沙茶炒牛肉，菜也很大。哎呀，我也觉得它的菜好像很大份，好够味哦，这个也超好吃哎。既然是鸵鸟肉，然后那个就是你说很有名的炸糕，宜兰小吃。高渣不是炸糕，它那到底是什么？它炸的那个东西。以前早期是猪油，对，现在好像有别的面粉还是什么。它里面会有肉末吗？它软的耶，对啊，很烫啊。它整个在冒烟哎，这很像麻糬耶，好烫哦，很烫，高渣会烫到很多人。而且它吃起来不像萝卜糕哎，我以为它像萝卜糕哎。有点像果冻，但外皮又有一层炸皮，加胡椒也比较好吃。然后这是鸵鸟肉，你刚刚吃鸵鸟肉了吗？是的。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口感有点像牛肉，但是没有那个不是牛肉的那个味道，它比较有弹性一点。
那吃起来真蛮像牛肉的。对啊，就是没什么感觉。早安大家，因为前2天呢吃了太多中式料理了，我今天就跟许先生强力要求我早上要吃早午餐。现在已经是快中午12点了，我找了圆山这边的一间新开的贝果店，看起来很好吃，而且它户外呢有一个小型的停车场。现在我们就要进去吃了，我好期待西式的东西了，我已经吃腻中式了啦。我们进来 What's up dolls， 它的意思呢就是 What's up 面团。这间呢是一个贝果专卖店，然后呢我们今天点了一个一咸一甜的贝果。许先生那个是脆皮猪，店员有说脆皮猪要稍微等久一点，然后它中间除了脆皮猪之外还会加很多生菜。不过我这个真的不便宜，这个竟然要260块，就这样。我在来这一间之前呢，就有很多人说，贝果稍微贵一点，可是很好吃。后来来了之后呢，我发现这一间真的是很走韩式风格，很韩呢。它是在一个田野间，就只有这一间餐厅，然后里面就只有卖贝果。后院就是这个落羽松，然后大家会听到我后面有很多人的声音，因为很多妈妈带小朋友来这边放风。你们自己看，这个庭院超适合小朋友在后面一直奔跑的，好吃吗？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咸的贝果啊，外皮是用芝麻颗粒的贝果，里面是3星葱的美乃滋哦。对，所以你吃到啊，它里面就是那个3星葱的味道，再加上它的主餐其实有脆皮猪之外，好像还有熏鲑鱼跟牛肉，所以你们就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主餐。许先生还搭了一杯美式哦，这一杯美式也不便宜，这样160，搭套餐的话可以折抵30块。可是他们的包装都做得很可爱，一走进来店里面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类似贝果的一个大 logo， 它里面还有放那个黑胶唱片机，所以整个走进去其实就是很像韩国的咖啡厅。如果你们怕小朋友吵的话，其实你就坐户外，因为我们现在坐户外啊，可以放胆的聊天，放胆的小朋友尖叫，比较不会打扰到小孩。对，我觉得里面适合情侣来约会，因为它整排都是户外的用餐区。室内用餐区呢，就是坐在窗边这样很 chill， 人家小情侣就是坐在那边约会。然后我们这种家庭客呢，最适合做户外了。户外还可以看一整片的落羽松，我其实真的觉得这里蛮漂亮的，就是餐点贵了一些啦。你觉得值那个价格吗？这260啊，餐点的部分大概占130，餐点占130。然后户外这个区域占130，户外仅占130，所以就是大部分的费用是花在享受这个空间的。可是你有吃出它不一样吗？这个贝果是米贝果我觉得比一般的贝果好吃一点，因为一般的贝果太 Q 了。哦，太有嚼劲，因为他们家的米贝果啊特色，对他们家的米贝果特色就是用米做的，所以他们不像我们一般的面团这么有咬劲。一般不喜欢吃贝果太需要咀嚼的，你就会喜欢吃他们家的米贝果，就是像许先生他不喜欢一般贝果。我觉得东西蛮好吃，但脆皮猪的存在感稍微低了一点，因为肉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刚刚有看，它大部分里面夹层都是生菜居多，反而肉少了一些。咖啡还行，但是这一杯美式要160，我觉得稍贵一点。稍贵，虽然说折30，如果是单纯食物来讲的话，260我会期待吃到更多的脆皮猪。它单一个贝果就260，有点稍贵。然后你说咖啡蛮好喝，我不太同意，我就觉得有点淡，风景居多啦，风景的价位成分。但是买这个环境，哎呀，买环境啊。我来吃甜的，我甜的呢点的是蜂蜜焦糖核桃，哇，这个甜的看起来蛮有诚意的。这个呢是170，也是不便宜啦。说认真的，因为它的大小呢就这样，所以170稍贵一些。哦，很 Q 哎，你这样剥开的时候就发现它的面团是很有柔软度的。这个蜂蜜焦糖核桃啊，它里面有点像是 cream cheese， 再加上蜂蜜跟核桃粒，所以你咬下去呢，会咬到那个核桃的脆口。里面蜂蜜的甜香味蛮浓郁的，而且它是内馅算是比较厚重的。喜欢吃甜食的应该会蛮喜欢这一块。这贝果体一样，就是软软嫩嫩的，湿润度蛮够的。但如果你爱吃有嚼劲的贝果，你可能不会太喜欢他们家的饼。我喜欢它外皮还烤到脆脆的，可以来尝鲜。然后小孩放风可以来这间。那如果你是
觉得追求 CP 值的话，他们家可能就适合不一定要约会带小孩啦，好不好？小孩真的好吵。可是这边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就是小朋友多的情况下会蛮热闹的，我们蛮喜欢的。瞬间移动到南洋博物馆了。宜兰的所有景点的外面都是池塘，都是湖啊，有够大的，而且每个地方呢随便拍随便漂亮。今天宜兰真是真够给面子了。遇到一个超会拍照的志工大哥，超厉害。我们来看一下成品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谢谢谢谢。我们刚刚走到南洋博物馆外面呢，想要叫许先生帮我跟宝宝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，结果我们遇到了邱大哥。你知道邱大哥是这边的志工，他超猛，他已经把南洋博物馆所有的角度都帮我们拍过一轮，我们直接赚到一个外拍老师，超级厉害。推荐大家如果来宜兰玩的话，可以来这边走走，我觉得风景很漂亮，而且它里面的展啊，我觉得也对于我们认识宜兰也非常有帮助。从宜兰的山到宜兰的海到宜兰的平原，全部都介绍一轮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半个宜兰人了。还能跟宝宝介绍一下南洋平原当初为什么那么丰饶，物产这么丰富，还有到现在的演变。我觉得他整个真吸收了非常多的知识，好不好？而且才100块一个人，他不用钱，赚烂赚烂。赚烂赚烂。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我们瞬间就要到了离开宜兰的时候啦。我们这次在宜兰啊，多谢了我们的宜兰好朋友，我们吃好睡好吃饱饱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出发回高雄喽。阿凡他已经睡着了，那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